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就在今天，我们看到比特币从61000美金反弹到4小时级别11440均线附近，到达了63000美金。那这个位置呢，昨天我们就提到了是有非常大的几率出现反弹的，原因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画出了一个由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的一个支撑位。同时呢，随着比特币的反弹，我们看到整个金融市场、整个数字货币市场市值排名前500名的币种，绝大多数都出现了反弹和上涨行情。那么我们认为，比特币在4小时级别的这一轮反弹是有机会存在持续性的，因为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从67000美金到6万美金形成的一个从4月初行情当中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筹码缺口。那这个缺口呢，经历了第一次反弹的回补，到达了200日均线，随即被打了下来，然后第二次反弹上来之后又被打了下来。那么再次遇到支撑之后，再次发生反弹，继续到达169均线和144均线这个位置附近。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目前通过反弹和回补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逐渐的完整。那么震荡收敛回补了前面行情缺口之后，那么这个结构完整之后呢，我们认为比特币将会迎来不断接近近焦点的这个过程。那么接近近焦点区域之后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这个角度出发，比特币在3月初的行情当中走出了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之后，连续9周处于一个震荡过程。这个震荡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是非常类似于23年12月份的连续8周一个持续震荡整理是非常类似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所以呢，如果这个震荡盘整过程一旦结束的话，在未来我们认为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将最终复活。复活之后，上方将迎来周线级别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那么就在今天，我们看到多个热门币种出现了上涨行情就是绝大多数热门币种出现了上涨行情。我们关注的比较多的是 GOTO 呢，在这轮行情当中给予了一个重点关注的币种。那么这个结构呢是一个横盘的震荡收敛结构，并且呢方向偏上。由于它是一个次新币种，所以呢资金方面会给了它更多的机会。今天我们看到上涨幅度达到了15%左右。那么目前为止，它仍然在这个方向偏上的收敛三角形过程当中，一旦接近近焦点区域，将面临着变盘。那么我们认为 GOTO 在这轮行情当中是 Solana 板块当中 DeFi 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币它在这个平台币当中算是榜一大哥，是一个龙头币种。因此呢，如果能够出现目前4次等位置波峰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在这里出现之后呢，容易不断建立新高。如果能够不断建立新高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它将有机会走出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目前为止，排名榜一大哥热搜榜一大哥的仍然是 TRB。那 TRB 呢，在今天也有一定的机会。我们在周线级别已经观察到 TRB 走出了这一轮行情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悟空阳线和8阶阳线，并且呢，它的一个下跌和反弹的位置非常微妙。它的下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是一个收敛三角形跌破了箱体的下边线之后，直接打到周线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位置上。那这个位置呢，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位，在这个位置上发生反弹之后，出现了悟空阳线和8阶阳线。那上方对于周线级别的 TRB 来说是有机会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然后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上走出悟空阳线、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呢，它正在进行的是第2轮次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干扰性 K 线呢，这个干扰性 K 线属于悟空阳线的实体范围。这个干扰性 K 线走完之后，我们认为上方是有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走完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在4小时级别
和在这样一个维度的小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小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那围绕这个小日线级别的下跌吸油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收敛三角形的动作。在这个收敛三角形的震荡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不断接近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也意味着它的变盘很快将要发生。我们认为它仍然是一个在日线级别和周线级别的一个多头机会，因此呢，变盘可能会让 TRB 不断推高，最终呢完成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并且呢能够走出本轮的周线级别上涨。那从当前行情当中，我们看到热搜榜排名第一，资金方面有很大的关注度，并且呢有一个上涨趋势，同时呢它的一个下跌和反弹的结构刚好处在这个黑洞附近，容易把这个 K 线吸引上去的一个位置，因此呢 TRB 还有更多的机会。那还有一个特殊的币种是 BEL，那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对称性的涨跌在 BEL 当中，它有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同时做出了一个对称性的周线级别下跌吸油。那么下跌之后，我们看到回踩了144均线、169均线和200日均线这样的一个筹码密集区。然后呢，在底部震荡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做了一个试盘动作，这个试盘动作在5月9日，也就是昨天出现。那出现之后，我们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目前在4小时级别的5日均线、10日均线正在试图上穿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和200日均线这个位置。当然了，200日均线还距离比较远，但是目前我们看到 K 线已经成功上穿了144日均线啊，这里指的是5日均线和10日均线啊，正在上穿144日均线。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认为对于 BEL 来说存在一个多头的机会，同时呢 ，BL 它的调整时间是非常长的，我们可以追溯到23年2月啊，从23年2月到24年2月，长达1年的时间过程当中，它始终围绕前面行情当中23年出现了一个快速拉升和快速回落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构成了一个由于急速波动形成的筹码密集区。这个密集区经历了反复震荡回补之后，已经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底部。那么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它有过一轮快速上涨，并有过一轮错杀之后，那么下方在日线级别169日均线和200日均线构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位。那在昨天试盘之后，今天还没有做出好的表现。那么没有做出的原因是，昨天快速上涨之后做了一个快速下跌，然后它这个位置需要进行一定的回补。但是我认为 BL 的机会很快可能会出现。那么出现之后，在周线级别上，我们认为它将会走出一个信号性的 K 线，会出现一个实体性的阳线。出现之后呢，将会走出一轮周线级别上涨。那么社区热度非常高的某某板块的币种 BOME 也应该给予一定的重点关注，原因是在上线 Binance 之后，它的涨幅巨大，然后出现了快速回落，回落之后形成了一个黄金坑的一个走势，那么在底部形成了一个底部的收敛三角形，那么这个底部的收敛三角形在未来是有机会让 BOME 的价格重新回到筹码密集区0.0139的。那么这轮行情，我们认为，道指 PP 还有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BOME 是整轮行情的引擎和发动机，所以呢，在反弹和回补的过程当中，这些某某板块的重要的热点的币种是存在一定机会的。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订阅我这本书，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